呆萌可爱的鲸鱼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不可以，不过你可以养这玩意儿，它名字里也带个鲸字。2年零6个月前，坤桑在网上买了条鲸鱼，老板发来这么个玩意儿。先不说老板发来的是什么玩意儿，这颜色坤桑就非常喜欢，肚子白白的就叫它小黑吧。把它放到鱼缸里观察一下，这玩意儿叫大嘴鲸，怎么看都不像鲸鱼，这是哪个启明鬼才给它起的名呢？倒像个比较胖的鲶鱼，是分布于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一种淡水。不用说体型，就连这游泳的动作也透露着呆萌可爱，感觉像是一头野猪在水里游泳。抛开颜值不谈的话，老板还能退货吗？长得像鲶鱼，又有点说不出来的奇怪。人长得丑，那就看他的尾巴，尾巴看起来是个爱心型的。看着他的脸，坤桑一下明白这家伙为什么叫大嘴鲸了。能看得出来，他的嘴不是一般的大，那是太大了，让人想起小丑的嘴。摸一摸他的小肚子，手感滑滑的，好像女朋友的手，还挺好玩的。不过他的胸鳍上有锋利的刺，所以摸它的时候得小心。那么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因为这种鱼没有鱼鳞，身子外面有粘液，避免受伤，所以使用比较细颗粒的沙子。但是越细的沙子越难洗，用手洗过2次后，桶里还是像咖啡一样浑。这水就算是给客人端过去，他们都不会发现是假咖啡。把沙子倒入是15厘米的缸里，然后加水。看到这水的颜色，坤桑开始怀疑人生了。这沙子是不是可以溶于水呢？最后再洗一遍，总算是能看了。在瀑布过滤里放入一些滤材，可以提高过滤能力。打开过滤，让水1周后，水变得很清了。首先加入一个躲避物，给它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。加入小黑，一只小黑猪在鱼缸里游来游去。刚来到陌生的环境，小黑跑到了角落，调整呼吸，慢慢的适应。为了新鱼的稳定，坤桑关上了灯。第2天，小黑自己就跑到了躲避屋里，看样子它应该也是夜行动物。跑到躲避屋里，看它的样子挺孤独的，给它加入一个小朋友。小鲤鱼和小黑的尺寸大一些，它们应该会和谐相处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没什么反应，小黑还是磨磨唧唧，躲在自己的窝里不出来。那再加入一个小朋友，好家伙，小黑猪从躲避屋里偷偷的游了出来，跑到鱼缸前面摆起了 pose。 看到2只小鲤鱼后，看起来迟钝的动作变得敏捷了起来。他开始追小鲤鱼，怎么突然停在了角落里？这是掉线了吗？不过游戏继续，小鲤鱼又开始追小黑了。你们还挺会玩，就这样转啊转。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过了一会儿，坤桑发现小黑的动作开始变得不对劲了，他开始咬小鲤鱼。小黑不是正面攻击，而是歪着头，可能是坤桑想多了。呆萌可爱的小黑怎么会吃自己的朋友呢？还真吃了，因为咬得不够深，被力量强大的小鲤鱼跑了，又来了。小黑又停在了角落里，原来这是在演戏，假装自己受伤了，明目张胆的攻击，成功率并不高。因为是夜间行动，捕食夜间活动缓慢的小黑，加上小鲤鱼行动迅速，想做到还真是不容易的。折腾了几个小时，小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躲避屋里。几天后，再给小黑放入几条小鲤鱼作伴。几天没吃东西的小黑因为有点饿了，所以非常的饿。不过看到小鱼并没有主动出击，而是改变策略，假装自己也是一条小鲤鱼，在他们中间穿梭。我滴个猪猪。当小鲤鱼们跟随这个假鲤鱼一起游的时候，小黑一个回头杀，咬住了一条小鲤鱼，成功的捕捉到了。啥玩意儿？一口就吞了下去，就离谱，看起来好像是吃了零食一样，小肚子马上变得圆鼓鼓了起来。不愧是叫大嘴鲸，原来吃东西这么凶猛。挑战失败，肚子撑坏，这样子应该是吃不下东西了吧。小黑又慢慢的接近了小鲤鱼，假装不在意，瞬间擦肩而过。不过瞬间失败了，完犊子，这下整尴尬了。小黑故技重施，这次抓到了，小鲤鱼又被吸到了肚肚里。仔细看小黑的牙齿像刀刺一样，防止猎物从嘴里滑出。如果被小黑咬住脑袋，越挣扎就会越疼，然后被一口吸入。好家伙，看这小黑的肚子已经快爆炸了，
它应该吃饱了吧？如果这些食物变成粑粑的话，排泄量应该很大吧？不知道这年幼的过滤系统承不承受得住？很想知道它拉的粑粑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很离谱？原来是这样的。2天后，鱼缸底部出现了这样的东西，这就是小黑的粑粑啊，像个小药丸一样的大小，满缸里都是，不把它们吸出来，这缸就不能要了。在这之后的3天内，每天都是满满的粑粑，直接给昆桑呆毛了。1周后，小黑又饿了，肚子也瘪了。为了方便小黑捕食，昆桑调低了光照。这次加入的是一只比小黑长的鲤鱼。起初，小黑假装漠不关心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然后敷衍回头杀，这杀了个寂寞。就这样演了半个小时，就连小鲤鱼都看不下去了。你是真不行啊，没那个实力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一下被小黑咬住，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，咬住了小鲤鱼。咬是咬住了，小鲤鱼身子太大，卡在了一半的地方。小鲤鱼挣扎着，不过力气没有小黑大。看着小黑抓住了猎物，昆桑打开了灯。好家伙，被小鲤鱼逃跑了，可能是被突然打开的灯吓到了，吐出了食物。第2天再看小黑的时候，小鲤鱼已经在小黑肚子中了。好了，本期大嘴鲸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神仙鱼可以搁家繁殖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的神仙鱼产下了很多的卵，这白色的就是神仙鱼，产卵罐上那些卵就是这一对小黑爱的结晶。产卵后，公鱼和母鱼会共同守护着这些卵。3天后，卵冻得很频繁了，小黑用嘴巴在照顾卵，它可不是饿了。当某些卵因为未受精或被水霉菌感染时，它们会立即啄食，确保其他受精卵不受感染。小黑很仔细地看着自己的宝宝，它们会用嘴把卵转移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。如果在转移的过程中不小心掉出来的话，小黑就会冲过来，温柔地含住它。小黑们会轮流用胸鳍煽动水流，确保卵有充足的水溶氧。如果不这么做，卵可能会发霉或者腐烂。为了保护这些卵，小黑们紧绷神经，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它们。4天后，产卵罐上满满的都是它们的卵，大部分卵都成功孵化了。小黑夫妇把宝宝们转移了。5天后，昆桑把一部分卵转移到蛤蜊河里，头上出现了黑点，那就是眼睛，同时器官也在发育。8天后，眼睛变得清晰了。这时候，小黑夫妇又把孩子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水妖精上可以看到小鱼宝宝抖动的样子。蛤蜊河里的小鱼也都会游泳了，虽然现在看起来像喝了假酒一样，但是他们现在在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来学习游泳。缸里的小鱼宝宝们也开始围绕着爸爸妈妈身边游来游去。这是小黑们第2次产卵，已经有了经验，相比第1次的时候手忙脚乱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次小黑们更沉着冷静，温柔地保护着孩子们。9天后，昆桑把蛤蜊河的小鱼们转移到一个小缸里喂它们。这时候活的丰年虾是最好的食物，小鱼们在本能地寻找活的小丰年虾来填饱肚子。一会儿后，只要看到它们肚子变成橙色，就说明它们吃饱了。这时候的小鱼还是很小，不到1厘米的样子，而小黑们照顾的小鱼因为水体大，吃东西的反应也慢了一些，也很难确认它们吃没吃饱，所以昆桑把小鱼们全部都捞进了小缸里。虽然暂时让小黑夫妇俩失去了孩子，为了小鱼健康长大，还是有必要这么做。缸底部是吃剩下的丰年虾，堆积在底部会污染水质。怎么样在不影响小鱼的情况下把这些丰年虾消除呢？把这个小缸固定在其他热带鱼缸里，底部剩余的丰年虾会通过过滤网下沉到大缸里，被其他热带鱼吃掉，这样小缸里的水质就不会轻易被破坏了。17天后，虽然比之前大了近1倍，但是它还是个宝宝，每天都要喂它们吃孵化丰年虾。每次小宝宝们吃饭的时候，也是热带鱼最开心的时候，它们也能在下面捡点剩饭吃。当然，小宝宝们的粑粑也没浪费，这样小缸基本不用打扫。21天后，小鱼的眼睛变得非常清晰，白色的区域也变大了，可以看出神仙鱼特有的鱼鳍发育的样子。和上次对比，干角蛤蜊缸都变小了。为了好玩，昆桑拍了张照片，数了一下总共有多少小鱼，还以为会有200多只，数了一下原来有400多只。虽然第1次孵化这么多小鱼，
昆桑很高兴。可是另一方面，这么多小鱼长大后怎么养呢？可能是蛤蜊缸离水面太近，灯光太强，缸里长得早。为了打理小缸，昆桑把小鱼们转移到了别的地方。可是在这里，昆桑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，受惊的小鱼们成群结队的移动，对一个手势的动作，小鱼们也非常的敏感，大家一起抱团行动。3、4天后，鱼鳍越来越发达，末端是白色的。奇怪的是，从头顶开始，全身都出现了黄色。小鱼们天真烂漫，叫养着要吃饭的样子，太可爱了。400只小鱼在一起，这小蛤蜊缸显得越来越挤了。昆桑把它们转移到大缸里，小鱼们开始探索这个地方，也开始第一次为它们人工饲料。小鱼们挺喜欢吃的，这是一种贴片饲料。小鱼们来到了大缸，水体变大了。可是不幸也来了，因为缸里有除油膜器，它偶尔的失灵造成了油膜器下沉，把小鱼也吸进去了一些。昆桑只好把除油膜塞上海绵，进水孔塞上过滤网，出水口也裹上过滤网，来减缓水流对小鱼的影响。幸运的是，还有上百只小鱼在健康成长，慢慢的它们适应了大缸。整个水草缸都是他们的领地，成长，成长，再成长。所有的鳍都开始呈现神仙鱼的形态。到了发色的时候，身上出现了黄色的条纹，很快变成了白色，而且小鱼之间的成长差异开始出现。昆桑觉得小鱼都会健康的成长下去。可是从发色开始，每天至少有一条芭比 Q 的，慢慢的开始一天会有4、5只。一开始昆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没想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个芭比 Q 了。昆桑咨询了鱼店老板，推测原因可能是2次淘汰。可是昆桑一直提供了很好的食物，水质也没问题。个体大的鱼继续健康成长，颜色完美，鱼鳍也变得非常华丽了。遇到了很多挫折，还是养大了很多神仙鱼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小鱼芭比 Q 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本期神仙鱼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